此时的司马相图威风凛凛，那等气场和架势，就宛如他是九魂圣族的统领一般。而他这一开口，那些拔出兵刃的侍卫也是赶忙收起兵刃，看他们那恐惧的表情就看出，如今的司马相图在九魂圣族已经夺得了实权。空平少爷，你怎么来了？司马相图赶忙上前询问道，并且态度十分恭敬。而他这样的态度，也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位可不是冒牌，应该真的是丹道仙宗的少爷，否则不会让这位阴刃大师对他如此客气。一时之间，人群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消息传得极快，哪怕是没有听闻过丹道仙宗的人，经过其他人的言论，也是知道了丹道仙宗这个势力。可是丹道仙宗那等庞然大物的少爷，怎么会跑到这里呢？司马相图，你还记得本少爷啊？江空平对司马相图问道。司马相图是谁？他认错人了吧？对于江空平的呼唤，许多人感到费解，毕竟他们还不知道阴刃大师的真名，在他们眼中，这是阴刃大师。至于司马相图是谁，他们根本就不知晓。而对于众人的不解，司马相图根本不予理会，而是笑着对江空平说道：空平少爷说的哪里话？我怎么可能不记得空平少爷？他这一开口，让人们意识到了一件事，原来江空平真的是在对阴刃大师说话。但毕竟这只是一个名字，他们也可以理解为这司马相图是阴刃大师的本名，连阴刃大师都承认了，他们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同时也没有过多的去想。还不错，看你还有点眼力，你先站在那里别动，我有一些事要告诉这些废物。江空平说话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为丹药而来的九魂天和修武者们。而司马相图目光微微变化，他似乎察觉到了一些不妥，可是他没有阻止。他很清楚，相比于这位少爷，九魂天和那些修武者的看法其实并不重要，就算他要闹，便也让他闹去。而江空平倒也不客气，在万众瞩目之下，他又清了清嗓子，随后便众人说道：诸位废物们，你们听好了，这司马相图就是一个奸诈小人。江空平指着司马相图说道：他在说什么啊？而他这一开口，便让所有人大为吃惊，就连司马相图的脸色也是变得十分难看。这怎么一开口就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空平少爷，你这是？司马相图敢想询问，江空平便怒斥一声：你闭嘴！本少爷让你说话了吗？江空平瞪了司马相图一眼，随后便看向众人继续说道：你们以为他给你服用的丹药是真的帮你们提升修为吗？我告诉你吧，那丹药服用之后，你们都将成为这司马相图的炼丹材料，他是准备把你们炼制成丹药。江空平说道：炼制成丹药？我们乃是修武者，怎么会成为丹药？这个少爷怎么胡言乱语啊？江空平所言虽惊人，可却并没有什么人相信他的话，反而纷纷觉得江空平是在胡言乱语。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九魂天河的修武者，九魂圣族身为统治者，怎么可能用他们来炼丹？这也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啊。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们。另外九魂圣族的，你们也都听好了，我不知道司马相图是用了什么手段，让你们对他唯命是从。你们的族长大人已经沦为司马相图的阶下囚，如今就被关押在那个方向的地牢之中。你们的族长都被此人关押了，你们还做他的狗腿子，帮他作恶，残害你九魂圣族的修武者。你们摸着你们的良心，问问你们自己，你们配做九魂圣族的族人吗？江空平继续说道：他是疯了吗？怎敢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这番话相比于之前的话，显然更为惊人，人群已是彻底沸腾。可是相比于其他修武者，九魂圣族在场的人们却是面面相觑，表情也变得复杂起来。如果说先前江空平的话还无人相信的话，那么此时的这番话则是让九魂圣族的人产生了一些想法。司马相图之所以能够指使他们，正是因为九魂圣族族长下达了命令，并且将族长令牌都交给了司马相图，让九魂圣族上下暂时听从司马相图指挥。其实他们本就不服司马相图，对于司马相图现在的所作所为更是感到不爽，但他们之所以听从，正是因为族长大人亲自下令，且将族长令牌交给了司马相图，他们听的乃是族长大人的话，可并非司马相图的话。可是江空平什么身份？乃是丹道仙宗的少爷，他好端端的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难不成他所言是真的吗？九魂圣族的许多人都产生了这种想法。此时楚风躲在暗处，看到江空平的表现，就连他也是感到意外。其实这番话是他嘱咐江空平说的，他让江空平说，是觉得江空平露面更好一点，但楚风已经做好了江空平会耍花样的准备。可他真的没有想到江空平会这么听话，真的是他让怎么说江空平就怎么说，并且江空平的态度比楚风想象的可嚣张得多。那司马相图在他面前真的就像是奴才一样，他想骂就骂。这江空平怎么如此听话？真的按照你嘱咐他的来说啊？就连向来沉默寡言的羽纱也是十分惊讶地询问起楚风，他可不像是安分的家伙，不知道他搞什么鬼。不过没关系，阵法很稳定，他若敢耍花样，我会让他付出代价。楚风对羽纱说道：空平少爷，老夫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这样针对老夫？空口无凭，回老夫清白。司马相图问道：我说司马相图，本少爷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不过其实你做的那些事和本少爷没啥关系，本少爷也懒得管你。本少爷之所以这样做，其实也并非本少爷本意，本少爷是受人胁迫。江空平对司马相图说道：受人胁迫？司马相图也是神色一动，楚风你认得吧？我是被那楚风胁迫而来，他没什么别的要求，他的师尊，他的朋友，你全部都放了，不然本少爷的小命就要不保了。若是本少爷出现什么意外，那你也是别想活。江空平对司马相图说道：原来是这样，那老夫知道了。空平少爷莫慌，有老夫在，那楚风伤你不得。司马相图明白了眼前的局势，而若是如此，那一切也就全都解释得通了。所以他话音落下之际，磅礴的威压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瞬息之间便覆盖了这片天地。这气息，阴刃大师竟有如此修为，
感受到司马相图的威压，全场所有人都是大为吃惊。九品武尊这样的实力，简直可以站在于九魂天河最顶端。阴刃大师怎么可能拥有如此修为呢？莫说旁人不知道，就连九魂圣族的人也没有想到这阴刃大师会如此强大。但实际上，司马相图所释放出的可不仅仅是威压，那其中更是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他是在搜寻楚风的下落。别找了，我在这呢。而就在此时，楚风的身影也是拔空而起。楚风是主动现身的，混账东西，竟敢威胁空平少爷！而楚风刚刚现身，司马相图的威压便将楚风束缚定在了半空之上。楚风此时除了嘴巴还能说话之外，他的肉身已是无法动弹，被司马相图控制得死死的。可楚风却是丝毫不惧。司马相图，他娘的是想死吗？你敢束缚本少爷！江空平对司马相图怒骂道：“空平少爷，老夫没有束缚你啊！”司马相图满眼不解地看向江空平，因为他的确没有束缚江空平。实际上，他的威压虽然覆盖了这片天地，可是他所束缚的人就只有主动露面的楚风一人而已。就在此时，楚风身上突然传来一声闷响，伴随那声闷响，楚风的右胸口鲜血喷溅，竟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血窟窿。但那血窟窿不是外力所伤，而是内力所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是楚风自残所致。虽说楚风被束缚住了，他无法动弹，可是他的确在体内布着阵法，有着阵法的力量在，他就算无法伤人，可却也能够伤害自己，甚至没人能够阻止他伤害自己。而就当楚风的身上出现血窟窿之后，那江空平也是发出了一声惨叫，在他的身上也同样出现了一道血窟窿，并且那血窟窿所在的位置竟然与楚风的一模一样。这一幕让在场的许多人感到不解，但是司马相图却是神色大变，他终于知道为何他明明没有束缚江空平，可江空平却要骂他了。楚风，住手！司马相图对楚风发出怒斥，他已经知道了一切，知道了楚风在江空平的身上留下了灵魂相连的阵法，唯有这种阵法才能够让他们二人的遭受相同的创伤，甚至若这阵法足够牢靠的话，就算此时楚风死了，江空平也会随之死去。楚风，有话好好说，不要伤害空平少爷。司马相图为了表示他的诚意，更是收回了那束缚楚风的威压。司马相图，还需要我重复一遍我来此处的目的吗？楚风对司马相图问道。楚风，真是小看你了，居然连这种阵法你都布置得出来。司马相图咬牙切齿地看着楚风，走吧，我们换个地方谈。司马相图说话间便转过身去，且楚风也开始移动，他是想要带着楚风此地。可他们刚刚动身，江空平便又是发出一声惨叫，而再度看向江空平，司马相图也是慌了。此时江空平的身上同时出现了多个血窟窿，转眼之间他的身上已是鲜血淋漓。当然不仅仅是江空平，楚风的身上也同样出现了相同的伤痕，毕竟这伤势本来就是源自于楚风。我告诉你，我这阵法你别想解开，现在江空平的命握在我的手里，你们谁都救不了他，所以少跟我耍花样，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放人！楚风对司马相图说道，言语之中满是威胁。司马相图，你这个老匹夫，快他娘的放人啊！你再不放人，信不信我让我爹灭了你！与此同时，江空平也是对司马相图怒斥起来。相比于楚风，他的态度可就嚣张多了。若是不知道的具体情况的，还以为与司马相图有过节的不是楚风，而是他江空平呢。此时司马相图表情有些复杂，但是他还是很快做出了决定。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的那只眼睛取了下来，随后猛然捏碎，他那牢笼阵法也是浮现出。那是怨神婆婆吗？还有道海仙姑、桂枝大师，他们怎么被困住了？看到这牢笼阵法，下方的人群再度沸腾起来。毕竟怨神婆婆、桂枝大师、怨神婆婆等人在他们心中都是站在九魂天河最顶端的大人物，在他们心中，怨神婆婆和桂枝大师等人的身份可是远非司马相图可比的。然而眼下这些大人物居然都成为了司马相图的阶下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心中都充满了不解。可是相比于九魂天河众修武者的不解，九魂圣族的人可就是感到愤怒了。毕竟笑笑公主也在那牢笼之中，阴刃狗贼，笑笑公主为何被你关押了起来？此时九魂圣族多位长老怒声问道，说话间更是纷纷拔出尊兵，释放出了他们的威压，攻向司马相图。闭嘴！可谁曾想，面对他们的质问，司马相图大袖一挥，顿时多道武力光刃向那些九魂圣族长老飞掠而去。而对于司马相图的攻势，他们根本无法抗衡。只见鲜血喷溅之际，那些九魂圣族的长老皆是身首异处，直接死去。见此一幕，许多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无论是九魂天河修武者，还是九魂圣族的人，都是吓得不轻。同时他们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不得不去重新思考江空平之前所说的话。毕竟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出现在的局势非常的不对劲。而司马相图根本不理会众人反应，他袖袍再度挥动，将那牢笼阵法打开。与此同时，圣光白眉、念天道人、怨神婆婆、道海仙姑以及笑笑公主等人也都被他的力量直接从阵法之推出，推到了楚风的身边。楚风，好样的，楚风少侠，真不愧是你啊！来到楚风身旁，道海仙姑与圣光白眉等人都忍不住对楚风夸赞起来。他们虽然被困在牢笼之中，可是因为那牢笼阵法有些特殊，所以刚刚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了。他们本来以为他们都是在劫难逃了，不成想今日能够得救，而且救他们的竟然还是楚风，所以内心自然窃喜。不过楚风现在根本没有心思与他们交谈，虽然他认识的人大部分司马相图都放了，就连笑笑公主都放了，可是有一个人那司马相图并没有放，此人便是牛鼻子老道。司马相图将我师尊也放了，
楚风凝声说道：“楚风，我把这些人放了，以示仁至义尽，你也不要太过分。”司马相图说道：“他的意思很明显，他就是故意不放牛鼻子老道的。”听闻此话，楚风也不废话，眼神转冷之后，其身体便涌现出特殊的气息。下一刻，无数雷蛇自其体内涌现，在其周身快速穿梭。而这一刻，江空平也是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虽说他的身上没有雷霆涌现，可他却承受着极大的痛楚，且楚风身上所出现的伤口也不断在他身上浮现。因为此时楚风周身的雷霆可不是雷霆铠甲，而是一种自我折磨的手段。司马相图，你这老匹夫，还不快放人！你是想死吗？江空平对司马相图怒骂道。而此时，司马相图则是没有理会江空平，他的目光始终在楚风身上。楚风，我告诉你一件事，现在这里并没有丹道仙宗的人，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让你带着这些人走，是看在空平少爷的份上，但你若想得寸进尺，我司马相图可不怕你。听闻司马相图这番话，楚风也是心中一紧，他的意思很明显，既然此时没有丹道仙宗的人在场，就算江空平死了，他也可以杀人灭口，封锁这个消息，到时候没人知道江空平是因他见死不救而死。所以司马相图其实并不怕江空平死，当然若真的闹到那个地步，楚风必然也要死，而今日在场的其他人也同样要死。楚风，我的乖徒儿，你听为师说，你先不用管我，他之所以不放我，是因为留我有用，所以我的生命暂时不会受到威胁，你先带着你的那些朋友离开吧。另外，今日这件事干得漂亮，没给你师尊丢脸。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那说话的正是牛鼻子老道。楚风看向牛鼻子老道，发现牛鼻子老道也在看着自己。牛鼻子老道虽被钉在了牢笼之中，可他看楚风却是满脸的笑容，那是欣慰与骄傲的笑容。看着这样的牛鼻子，楚风心中十分酸楚。师尊就在眼前，可他却无法施救，这让他很是不甘。可楚风没有办法，他不可能真的把江空平杀死，若是那样的话，他也必然要死。若是他死了，那原本今日可以救走的人，也就一个都别想活，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一些。忽然，楚风跪在了半空之上，而他所跪的方向正是牛鼻子老道。师尊，弟子无能，但弟子保证，总有一日会将您救出。此话说完，楚风便立刻起身，恶狠狠地看向司马相图。但楚风什么都没说，只是看了司马相图一眼后，便转过身去，开启了一道结界门，带着怨神婆婆等人走入了那结界门之中。当他们最后一个人踏入结界门之后，那结界门也是立刻关闭了。楚风等人刚刚离去，司马相图便抬起手来，将一物丢向虚空。下一刻，那物化作光芒，封锁了这片天地。那乃是封锁阵法，并且是极为强横的封锁阵法。这阵法可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布置而出的，乃是司马相图早就准备好的。诸位，既来之则安之，既然都来了，就好好休息，等待丹药淬体。司马相图此话说完，身形一转，便消失在了原地。当他消失的同时，江空平也随之消失了。可当他离开之后，在场之人顿时哀嚎不断，看着那封锁天地的强大阵法，他们都明白了，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为了阶下囚。这司马相图绝对没有计划什么好的事情，搞不好那丹道仙宗少爷说的是真的，他们也许真的会被司马相图当作丹药来炼化掉。而九魂圣族的众人同样也是意识到了不妙，先不说司马相图这强大的修为，只说他竟与丹道仙宗的人有勾结，恐怕他九魂圣族也要不保。而此时司马相图其实并没有走远，他把江空平带到了一座大殿之中。这座大殿并非九魂圣族所住，它的坚固程度超乎想象，它乃是隐藏状态，就漂浮在九魂圣族上空。从它的位置可以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收入眼帘。而眼下在这大殿内，可不仅司马相图与江空平两个人，在这里聚集着数百道身影，个个气息超然，皆非寻常之辈。而从他们的穿着可以看出，他们全部都是丹道仙宗的人。此时诸多丹道仙宗的强者纷纷拿出至宝，以至宝为引，布置结界，想要帮助江空平解除与楚风生命相连的阵法。但与此同时，许多丹道仙宗的强者都用那充满愤怒甚至杀意的目光盯着司马相图。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刚刚司马相图不肯放人，使得江空平陷入危险境的。司马相图，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刚刚为何不肯放人？你若不说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复，我现在就要你狗命！一声充满怒火的声音炸响，而这个人正是当日击败于宗地狱使的那位太白大人。原来他们始终在场，刚刚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也都亲眼目睹。司马相图跪倒在地，连头也是重重的扣在了地上。他先是重重的磕了10个响头，随后才开口解释：太白大人，刚刚我已经在暗中观察过了，那楚风在空平少爷体内布置的相连阵法很不简单，并且已经固定在了空平少爷的灵魂之中，短时间内真的无法破解。而那楚风十分狡诈，我绝对不能让他觉得被他抓住了命脉。如若不然，就算我放过了他想要救的人，他必然也会提出别的要求。所以我刚刚只想要吓唬他一下，想以此来将他逼退。若是他真的不信邪，真的敢用自己的性命来威胁我，那我也必然会选择妥协。别说放了他的师尊，就算他要我的性命，我也会给他。我是绝对不敢用空平少爷的性命来冒险。司马相图解释的时候，连头都不敢抬起。由此倒也可以看出他对丹道仙宗这些人的恐惧。你他娘的放屁！你刚刚眼睁睁的看着本少爷受苦，还在这里扯这些屁话。江太白，别与他废话，给我杀了这老东西！不行，直接杀了他，那也未免太便宜他了。给我用极刑处置他！江空平忽然坐起身来，指着司马相图就是一顿臭骂。空平少爷，先不要动，还是先解除这阵法要紧。见状，丹道仙宗的众人纷纷安抚起来，毕竟现在他们在全力帮助江空平解除这阵法。
只要这阵法还在其身上，楚风又没有走远的话，那他的生命就将不受自己掌控。这种事情，单道仙宗的人是不允许发生的。若是江空平出现什么问题，他们这些人都要倒霉。司马相图，你要知道空平少爷是什么身份，我现在可以暂时放过你，但你能否安然，还要看靖宇大人回来后定夺。你先去处理九魂圣族的事情吧。太白大人对其摆了摆手，而司马相图也不敢怠慢，赶忙施礼，便转身退下。江太白，你怎么放他走了？难道你刚刚没有看到他置本少爷于危险而不顾吗？那原本躺下的江空平再度坐起身来，哪怕对于这位太白大人，他也是丝毫不放在眼里。空平少爷，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你应该清楚，这是你父亲的意思，而这司马相图乃是关键。若是他死了，我们也将功亏一篑，恐怕就算是你的父亲靖宇大人在，也不会允许你现在除掉他。其实你若是对他有怨念，待这司马相图完成任务之后，要如何处置，还不都是你一句话的事？太白大人说道，那只是一个传说罢了，连我父亲都无能为力，你们居然真的相信他可以做到？他若有这个本事，又岂会是这个修为？还需要靠我们吗？依我看，我们赶紧离开这个弹丸之地算了，那传说根本就是假的。江空平很是不屑地说道。空平少爷，你还认得这个吗？太白大人说话间，从怀中取出一物，那物本是掌心大小，可被其丢出后立刻变大，竟然化作100米巨物。那是一座高台，高台看上去宛如纯玉打造而成，晶莹剔透，十分漂亮。但那可不是简单的玉，而是极为珍贵且特别的材质，并且这高台其中更是流转着肉眼可见的奇异力量。这不是我丹道仙宗用来测试天赋的事实吗？我怎么会不认得？我倒是要问问你们，难道你们已经不记得我当时站在这事实之前，惊动整个丹道仙宗的场面了吗？看着这石头，江空平反而面露得意之色。当然记得，空平少爷的事实结果乃是8重仙芒，而我丹道仙宗自成立以来，能引起8重仙芒的，总共也不超过20位。太白大人说道。你们还记得就好。江空平得意地笑了笑。空平少爷，那你知道为何你的父亲靖宇大人会选择相信这司马相图吗？太白大人问道。你说说看。江空平问道。靖宇大人曾在这司马相图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用这事实对他进行了测试。司马相图的事实结果乃是9重仙芒。太白大人说道。9重仙芒？不可能，我丹道仙宗自古以来，除了开宗祖师之外，还无人能够在这事实上引出9重仙芒。他都已经这把年纪了，还是区区5尊境，他怎么可能引起9重仙芒？江空平一脸的不信，因为他很清楚9重仙芒代表着什么。空平少爷，若非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可那一日我便在场，那事实给出的结果就是9重仙芒，绝不会错。太白大人说道。不可能，他怎么也活了有几千年了吧？若真有如此天赋，他的修为怎会如此之弱？江空平问道。这一点我和靖宇大人也想不通，但是这司马相图身上的确有着连我们都不如的本事。太白大人说道。本事？他有什么本事？他就只是一个有些心机的老匹夫罢了。江空平一脸不屑，他是打心眼里看不起司马相图，这种人他实在见得太多了。空平少爷，你看这是什么？太白大人说话间取出了一个葫芦，这葫芦正是之前司马相图交给他的，而葫芦打开，一缕绿色气焰也是漂浮而出。当这股绿色气焰漂浮出之后，这宫殿立刻开始剧烈颤动，还是那太白大人释放武力才将这宫殿稳定了下来。可哪怕如此，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绿色气焰蕴含着怎样的力量，这该不会就是那传说中隐藏于九魂天河的魂之雾焰吧？江空平很是激动地问道。对，正是传说中的魂之雾焰，而这魂之雾焰便是司马相图找到的。太白大人说道。他竟然真的找到了？可这不只是一个传说吗？江空平也是满脸吃惊，已经与他谈好了，将仙人鼎借他一用之后，他就会源源不断地帮我们把魂之雾焰找到。若是他做不到，他必然难逃一死。太白大人说道。那倘若他做到了呢？江空平问道。事成之后同样难逃一死，这乃是靖宇大人的意思。太白大人说道。而听闻他这样说，江空平的嘴角便扬起了一抹笑容，竟抱着脑袋主动躺了下去。躺下之后才说道。这才像我父亲的做事风格。但话落之后，他也是皱了皱眉，竟小看司马相图这老匹夫了。对了，空平少爷，那楚风是如何将你抓到的？太白大人又询问道。还能怎么抓到？他在仙倾城把我抓到的。江空平说道。听闻此话，太白大人眉头皱了皱，但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说什么，而是对江空平说道。空平少爷，您伤势好了之后，可不能再出去玩乐，要闭关修炼了。为何？我不喜欢修炼，你又不是不知道。江空平有些不悦地说道。我收到消息，元太少爷要来了，你还记得元太少爷与你说过，若是他来的时候，你的结界之术没有达到龙变9重，他会收拾你吗？太白大人说道。真的假的？我哥不是和我父亲在七界天河处理那件事吗？怎么突然要来这里了？江空平紧张的再度坐了起来，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似乎很是惧怕那个叫做元太的哥哥。我怎敢骗你？你自己看一看吧。太白大人说话间，将一封结界信函取出，递给了江空平。我的妈呀，还真的要来啊！看到这封信函之后，江空平吓得龇牙咧嘴，不仅立刻躺平，更是对周围的那些人大喊起来。你们快点帮我解除这该死的阵法，本少爷还要闭关修炼呢。这是江空平第一次催促众人帮他解除阵法，由此可以看出他是真的急了。而丹道仙宗的众人也是不敢怠慢，开始全力帮其破解阵法。那个楚风布置的阵法居然如此难解，这东域原来也有一些人才。而看着众人那焦急的模样，太白大人也是目光微微变化，他也能够看得出来，这阵法的破解难度属实不低。虽说破解难度高的最重要一点是他将危及江空平性命，所以人们必须小心翼翼，
可身为一个小辈，能布置得出如此棘手的阵法，那也是十分少见的。而就在此时，又有10道身影进入了这宫殿之中。这10道身影进入之后，他们便立刻跪下，而他们也都是丹道仙宗的人。太白大人，属下无能，未能拦截到那楚风逃离时所用的传送阵。原来这10人是这位太白大人所派出去封毒楚风的，这也正常。楚风毕竟伤害了江空平，他们自然不会放过楚风。但很显然，他们失败了，居然连一个小辈布置的传送阵，你们都拦截不了，真是没用。太白大人冷声斥责道，但是他也并未追究什么。其实他清楚，并非是这10个人真的无能，而是他小看了楚风。这从此时，江空平身上这相连阵法，也是最好的说明。给你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去调查一些这件事。太白大人说话间，将一封信函递给了那10人。打开那信函，这10人的脸色也是微微变化。他们也终于知道，为何太白大人没有直接吩咐他们做什么事，而是以结界信函的方式告诉他们。因为那信函上面写的乃是空平少爷行踪暴露，必氏族内出现叛徒，将此人给我找出来。司马相图并不知道丹道仙宗等人的交谈，他很是听话。离开那座宫殿后，便去处理9魂圣族的事情。但其实也无需怎么处理，无非就是武力镇压。不过往往这种手段是最有效果的。解决过9魂圣族现在的事情后，司马相图便回到了自己所居住的宫殿之中。司马相图本想盘膝坐下，应该是想要修炼，可忽然他神色一动，乃是察觉到了什么。于是司马相图先是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眼睛，那只眼睛正是困住牛鼻子老道等人的阵法。他此举乃是封住那阵法。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便捏动法诀，随后对着前方的空间一指，竟有一道结界门浮现。而结界门浮现没有多久，一道身影便从结界门内走了出来。这位竟是楚风在仙清城所遇到的那位黑衣男子。只是此时黑衣男子气息很不稳定，自他的身上更是不断有黑色气焰不断释放而出。师尊，弟子无能。黑衣男子出现之后，便立刻跪在司马相图的面前。原来他竟是司马相图的弟子，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不是在你身上留下了阵法，就算不敌，也不至于如此啊！司马相图赶忙走上前去，将这黑衣男子搀扶了起来，并且立刻开始布置疗伤阵法，为黑衣男子疗伤。只是他的疗伤阵法却是有些特别，并且在他为黑衣男子疗伤的时候，其脸上竟少有的浮现出了心疼之色。师尊，那楚风掌握着非常厉害的手段，竟然具备逆战良品的战力，弟子不是他的对手。若不是师尊在弟子身上留下了守护阵法，弟子可能已经死了。黑衣男子说道，是我低估那楚风了，这不怪你。另外那江空平如今也是安然无恙，你也不必自责，只是你现在的情况怕是不能久留了，你还是先回去好好养好身体吧。司马相图说道，师尊，弟子已经快要适应了，要不了多久，弟子就可以为你完成大业。黑衣男子以保证的口吻说道，这件事我已经另有安排，你就不必操心了。司马相图说道。而听司马相图这样一说，那黑衣男子却是顿时慌了，赶忙说道，师尊，您再给弟子一些时间，弟子一定不会再让您失望了，求您不要抛弃弟子。这黑衣男子反应非常激烈，甚至开始害怕。可见黑衣男子如此，那司马相图却是笑了笑，拍了拍黑衣男子的肩膀，我的傻徒儿，那件事相比于你的安危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何况我已经寻得解决的方法了，你回去好好养伤，师尊总有一日会让你彻底恢复自由，到了那个时候，师尊便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带你去闯荡真正的浩瀚修武界。总有一日，你我师徒的名字会响彻整个浩瀚修武界。到了那个时候，莫说丹道仙宗，就算是7界圣府、图腾龙族，那些真正的天河之主，也要被你我师徒踩在脚下。司马相图说道，感谢师尊厚爱，弟子发誓，无论如何都再也不会让您失望了。黑衣男子说道，回去吧，丹道仙宗的人一直在监视我，你也不能在此处久留。司马相图对黑衣男子说道，师尊，那弟子先告退了。而那黑衣男子在施礼之后，便踏入了那道结界门。黑衣男子离开之后，司马相图便立刻捏动法诀，将那结界门关闭。虽然结界门关闭了，可司马相图看着那结界门先前所在的方向，嘴角却扬起了一抹笑容。诸葛元空，虽说你的弟子跟强，但你却不知道，我的弟子比你的弟子更强。不仅你输给了我，迟早有一日，你的弟子也会被我的弟子踩在脚下。司马相图说道。不过他这句话是他对自己说的，因为他知道这句话诸葛元空是听不见的。此时的楚风等人不仅逃离了9魂圣族的领地，且已经进入了远古传送阵的传送隧道之中，这都是楚风事先就设计好的逃跑路线。没有办法，对手太强，他成功救人之后，必须尽快离开9魂圣族的掌控范围。此时，在远古传送阵内，一艘战船快速飞奔，楚风一行人都在其中，而笑笑公主则是跪在楚风面前，她泪流满面，哭得泣不成声。楚风，无论如何，请你救救我的父亲，救救我的家族。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只要你愿意帮我，就算你取走我的性命，我也愿意。笑笑公主曾亲眼见到了她的父亲被司马相图击败，并且被关押起来。她很清楚，如今9魂圣族危在旦夕，不仅仅那些9魂天河的修武者会大难临头，9魂圣族的那些族人同样难逃厄运。可面对这种局面，他实在无能为力。毕竟抛开司马相图的自身实力不谈，司马相图身后的丹道仙宗更是宛如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压得整个9魂天河喘不过气。莫说是他，如今整个9魂天河都无人能够抗衡。眼下在他认识的人当中，唯一有可能拯救9魂圣族的，便唯有楚风了。毕竟楚风的身后还有圣光一族的人撑腰。可还不待楚风回答，圣光白眉便率先开口了：“臭丫头，你还好意思求楚风少侠？
楚风少侠凭什么救你九魂圣族？若不是你九魂圣族，楚风少侠的朋友也不会被困在你的灵魂之中。你九魂圣族本就该死，现在遭受此劫，乃是上天有眼，你们活该。圣光白眉毫不客气，指着笑笑公主便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白眉前辈，算了。可楚风却摆了摆手，示意圣光白眉不要再斥责笑笑公主。话落之后，楚风更是亲自将笑笑公主搀扶了起来。我与司马相图的恩怨不共戴天，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他的。至于你，我只希望若有办法将喵喵救出，你能配合。至于你的病，我也会想办法帮你。楚风这番话说完，笑笑公主顿时一愣，有些不敢相信。楚风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他就是既往不咎。楚风，笑笑公主哭得更为心痛，精致的脸上满是惭愧。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哭解决不了问题。楚风对笑笑公主说道。其实楚风已经观察过笑笑公主的灵魂，仙喵喵如今虽仍在沉睡在笑笑公主的灵魂内，但好在并没有大碍。至于当日笑笑公主没有帮助自己压制司马相图，楚风也能理解。那个时候的笑笑公主还不知道司马相图的真实嘴脸，并且她说她也想活下去，这本身也并没有错。笑笑公主，你一直在司马相图身边，他到底有何计划和阴谋？你可清楚？楚风对笑笑公主问道。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那阴刃计划了这样一场阴谋，关于他的计划我之前完全不知晓，但是你的师尊倒是告诉了我一些事情。笑笑公主说道。我师尊？楚风问道。你师尊虽被阴刃关押了起来，但是阴刃故意让你师尊见到了他的一些所作所为，所以关于阴刃的计划，你师尊倒是知道一些。笑笑公主说道。随后笑笑公主便将牛鼻子老道告诉她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在场之人，而司马相图的目的其实倒也不让人感到意外，甚至与楚风猜测到的也基本一致。司马相图要用九魂天河的修武者炼制一样东西，只是炼制这样东西可不容易，而他与丹道仙宗的人联手，就是要借用丹道仙宗的至宝仙人鼎，他要用仙人鼎来炼制九魂天河的修武者。而丹道仙宗的人之所以会帮助司马相图，乃是因为丹道仙宗的人来到九魂天河是为了找寻一种名为魂之物焰的力量。司马相图承诺可以帮丹道仙宗的人找到那力量，丹道仙宗的人是傻子不成？魂之物焰那等传说之物，九魂圣族寻找那么多年都没有找到，那司马相图怎么可能找得到？听到这里，怨神婆婆很是不解地说道。这魂之物焰是何物？楚风追问道。魂之物焰乃是九魂天河的传说之物，据说当年这片天河群雄割据，九魂圣族最终能统治九魂天河，靠的就是这魂之物焰。只是魂之物焰是隐藏于天河之中，想要找寻它十分之难。时至今日，九魂圣族也无法找到魂之物焰。据说九魂圣族之中仍留存着寻找魂之物焰的方法，只是那方法如今已经没了作用。而九魂圣族先祖所在的时期实在太过遥远，所以魂之物焰便成为了传说。时至今日，它是否真的存在过都无法确定。道海仙姑解释道。这不就有个九魂圣族的人在吗？他难道不知道那魂之物焰是否存在？圣光白眉看向笑笑公主，而楚风等人也都看向了笑笑公主。根据我九魂圣族的史料记载，魂之物焰的确存在过，它隐藏于九魂天河之中，乃是一种绿色的气焰，极为强大。当它现身之际，天地万物都将为之战栗。笑笑公主说道。那它现在还存在吗？楚风追问道。我九魂圣族内也的确记载着一种可以找到魂之物焰的方法，只是那方法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我九魂圣族逐渐落寞，也正因为无法找到魂之物焰有关。为了重振九魂圣族，我族先辈曾尝试过各种方法寻找魂之物焰，但始终未能找到。后面得出的结论便是，魂之物焰的确存在过，但很可能早就已经被九魂圣族的先祖们消耗殆尽，如今已经彻底消失了。笑笑公主说道。那我师尊可有说过，司马相图若炼制成功，将会如何？楚风问道。你师尊说，若是阴刃成功，他的修为将突飞猛进，可能丹道仙宗这些人都将无法限制于他。笑笑公主说道。而听闻此话，在场之人皆是无法淡定了，连丹道仙宗这些人都无法限制，那司马相图将成为何等存在？丹道仙宗都无法限制他，这不太可能吧？只是听到这里，圣光白眉以及怨神婆婆等人的第一反应却是不愿相信，这也正常。就算司马相图墓的达成以后，修为真的能够突飞猛进，可以突破5尊，踏入半神境，可一品半神，应该已是极限。但丹道仙宗是何等实力，其他人都不说，只是当日现身的那位丹道仙宗的人，实力就绝非一品半神那么简单。所以司马相图怎么可能连丹道仙宗的人都不惧怕呢？这明显不合常理。我师尊绝对不会胡乱猜测，他既然这么说，就一定有他的依据。看来必须要想办法阻止司马相图，如若不然，后患无穷了。相比于其他人，楚风则是对牛鼻子老道的话深信不疑。也正因为相信，楚风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楚风师弟，那我们去求师尊吧。道海仙姑对楚风说道。他的意思就是想请卧龙武宗宗主出山。卧龙武宗向来与世无争，宗主大人应该早就知道司马相图有所阴谋，他若想插手，早就插手了。楚风此话的意思很明显，若要指望卧龙武宗宗主，多半是行不通的。看来只能请圣主大人出山了。白眉大人，您看呢？念天道人说话之间看向了圣光白眉，毕竟念天道人只是圣谷的客卿长老，他只能算是半个圣谷之人，这种事情还是圣光白眉更有话语权。这司马相图野心勃勃，而且对我圣光天河存在明显的敌意，虽不到万不得已不可打扰圣主大人闭关，但现在来看，应该已是到了这万不得已的时候了。圣光白眉也是表态了，他对圣谷极为忠心，对圣主大人更是忠心耿耿。若是有其他选择，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打扰圣主大人闭关修炼的，而他都这般表态了，也正是连他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若只是九魂天河的事情，倒也罢了，但这司马相图其实是圣光天河的人啊，这件事情其实乃是整个东域的事情，而并非九魂天河的事情了。对了，前辈，你们看看能否有办法打开这个乾坤袋？就在此时，楚风拿出了一个乾坤袋，看到这乾坤袋，无论是怨神婆婆还是念天道人，他们都是眼前一亮，因为这乾坤袋很不简单。丹道仙宗的乾坤袋是那个少爷的吗？怨神婆婆问道。对，是那江空瓶的。楚风说道。这乾坤袋是楚风从江空瓶那里抢来的，只是这乾坤袋虽然在楚风手中，可楚风却无法打开，因为乾坤袋有着一众特殊的结界封印。楚风曾让江空瓶自己打开，可那个家伙居然说连他也不知道怎么打开。楚风当然不信他的鬼话，当即就是一顿暴打和折磨。只是奈何那个家伙虽然惨叫连天，但嘴巴却硬得很。总之楚风在他那里什么线索也没有挖到，也是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好厉害的结界！只是一番钻研之后，就连怨神婆婆与念天道人等人也是眉头紧皱。前辈，连你们也无能为力吗？楚风问道。这结界很特别，好像无法可解一般。这样厉害的结界，不可能是那个丹道仙宗的少爷布置的，甚至可能是丹道仙宗的先祖布置的。我的确无能为力。怨神婆婆说道。抱歉了，楚风小友，老夫也无能为力。念天道人也是表态了。与此同时，道海仙姑也是摇了摇头。这丹道仙宗还真是有些手段。楚风无奈之下，只得先将这乾坤袋收了起来。此时他眉头紧皱，那种忧愁之色已是浮于表面。但之所以如此，却并非只是因为这乾坤袋无法破解，而是他不知道如何对抗司马相图。可突然，楚风想到了什么，于是看向笑笑公主。笑笑公主，我其实见过你父亲。楚风对笑笑公主说道。楚风，我父亲现在怎么样了？笑笑公主赶忙问道。你不必担心，你父亲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其实当日我见到你父亲的时候，你父亲告诉了我一件事，他说有一个人可以救九魂天河，只是你父亲话还没有说完，便昏迷了过去。我想问你，可知道你父亲所说的人是谁？楚风对笑笑公主问道。我从未听我父亲说起过呀。笑笑公主摇了摇头。你不知道吗？楚风虽然早就猜到笑笑公主多半是不知道，但当她得到确切的答复之后，仍是感到失望。毕竟那个人乃是他们当下最能指望的人了。可若连他是谁都不知道，那又该如何是好呢？能拯救九魂天河的人，九魂天河还有这样的人吗？听到楚风的话后，怨神婆婆以及道海仙姑等人也是陷入了思索。他们是想帮楚风想到此人是谁，但很显然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人是谁，甚至他们的印象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其实我当日本该深陷牢笼之中，是一位前辈救了我，还是那位前辈告诉我江空瓶在何处？只是我不知道那个前辈是不是九魂圣族族长所说的人。楚风说道。楚风师弟，你遇到的那个前辈长何模样？怨神婆婆问道。楚风也不隐瞒，将那位前辈的外貌特征告诉了怨神婆婆。这很难猜测呀。只是听到楚风的讲述之后，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他们却是连连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不过这也正常，毕竟那个指点楚风的前辈穿得那么严实，的确很难猜他的身份。我有一个提议，等一下走出传送阵，白眉前辈与念天前辈先回圣光天河，看能否请圣谷的圣主大人出关解决此事，而我想返回九魂圣族。楚风说道。楚风师弟，你是想去找九魂圣族族长，问他能救九魂天河的人是谁？怨神婆婆问道。是。楚风点了点头。楚风少侠，万万不可，九魂圣族那边刚刚经历了这件事，如今守卫必然极其森严，你绝对不可冒此风险，你还是与我们一同回圣谷吧。圣光白眉赶忙劝道。白眉前辈，我不是质疑圣谷的实力，只是您能保证圣主大人一定会插手此事吗？楚风问道。圣光白眉无法回答，因为他的确无法确定，我既然能成功潜入第一次，就可以成功潜入第二次，相信我，我可以安然回来。楚风说道。楚风师弟，那我们陪你去。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说道。他们没有劝楚风不要去，反而想要同行，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九魂天河的确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楚风所说的方法也的确是一个希望，就算有风险也要一试。当然他们要求同行，更多的还是他们答应了卧龙武宗宗主要保护楚风。我也要去。笑笑公主也是说道。对此楚风没有拒绝，因为他知道他很难劝住他们，况且有怨神婆婆帮忙，可能成功的几率也会更大一些。很快他们便离开了传送阵，在这里他们便要兵分两路，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先回圣谷，看看能否请求圣主出手，而楚风等人则是准备返回九魂圣族，向九魂圣族族长打探出那个可以拯救九魂天河的人是谁。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率先离开，楚风等人也是准备动身，可他们刚刚确定了前往的地方，还未进入远古传送阵之中，一道声音便忽然在他们身后响起，居然还要回九魂圣族？难道你们不知道现在的九魂圣族有多危险吗？听到这个声音，楚风等人赶忙回头观望，而这一看，楚风顿时大喜。前辈，是您！望着那出现在身后的人，楚风激动不已。那位正是之前在九魂圣族地牢救了楚风一命，并且指点楚风去捉江空瓶的神秘人。而楚风之前猜测，他很可能就是九魂圣族族长所说的那位可以拯救九魂天河之人。楚风等人准备冒险回到九魂圣族，就是想打探这位的消息。现在可倒好，他竟出现在了这里，这绝对是意外之喜。还好之前在你身上留下了追踪印记，如若不然都找不到你。楚风，你怎如此冲动？你若真的回到九魂圣族，那简直就是找死！那位神秘前辈说道。而他的这句话也解释出了
为何他能在这里找到楚风？前辈，您若早些现身，我们也不会想要返回九魂圣族了。楚风笑了笑，这才继续说道：前辈，那司马相图将残害九魂天河众多修武者，我们必须阻止他。前辈，您可有办法？楚风也不卖关子，而是直入主题。办法倒是有，现在能否拯救九魂天河，其实就看你了。那神秘前辈说道。看我，楚风有些意外，他的修为都不是司马相图对手，就别说丹道仙宗了，其实还是有方法可以对付他们的，只是这个方法可行性较低，它具有一定风险，甚至可能是生命风险。而眼下来看，能担负这个重任的人便唯有你了，所以还要看楚风你是否愿意为了九魂天河众生性命而去冒险。那神秘前辈说道。前辈是何方法？楚风问道。与此同时，怨神婆婆和道海仙姑也是紧紧地盯着这位，他们都想知道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对付丹道仙宗那样强大的对手。那神秘前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摘下了兜袍，此时她的容貌浮现在了楚风等人面前，可以判断出她的确是一名女子，只是她的长相却更偏男性，皮肤粗糙，眉毛粗大，嘴巴也很大，鼻子也很大，当然眼睛也很大。正常来说，大眼睛往往是好看的，可是她的大眼睛看上去却很怪。至于身材，2个字便可概括：壮硕，并且她并不是人族，而是妖族。首先她的耳朵是尖尖的，并且皮肤格外的白，虽然很粗糙，但是不得不承认她的皮肤特别的白，很少有人族女子有这样白的皮肤，除了皮肤较白之外，剩下的便是绿色。她的身上有很多绿色的特征，眼睛是绿色，头发也是绿色，就连指甲也是绿色，并且那是天生的绿色。而且她还有一条尾巴，那尾巴有些特别，很细，像是一条藤蔓一样，同样是绿色。楚风注意到，相比于自己，此时怨神婆婆以及道海仙姑看到这位神秘前辈的反应则是更加强烈，他们2个似乎是认识这位前辈一样，但却又不敢相认。你莫非是妖灵族的人？认真观察一番后，怨神婆婆还是开口了，但是无论是她的语气还是表情，都说明了她也不确定。而对于怨神婆婆的询问，那位前辈却是笑了笑。在下正是妖灵族族人妖城。那名前辈虽然长相偏男性，可是声音却很好听，也很温柔，而此时对待怨神婆婆的态度也同样很是友善。妖灵族居然真的还存在？那九魂圣族族长所说的能够拯救九魂天河的人，必然就是你了吧？怨神婆婆问道。而听闻此话，那名为妖城的女子则是又笑了笑。在下虽为妖灵族族人，但却没有拯救九魂天河的本事，但是楚风若是愿意，他有机会成为这个人。妖城话落之后，看向了楚风。前辈若有机会，晚辈倒是愿意一试，但前辈可否详细说说您所说的方法究竟是怎样的方法？楚风问道。那我就直说了，据我所知，司马相图倒还好说，可如今给他撑腰的丹道仙宗却很难对付，至少凭借我九魂天河明面上的实力来说，毫无胜算可言。不过妖灵族内有能够击败司马相图与丹道仙宗这些入侵者的力量，但现在我妖灵族乃是封闭状态，除了我妖灵族族人外，外人无法进入。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那封闭阵法也是逐渐减弱，现在来看，小辈其实是机会进入的，但哪怕小辈想要进入，难度也很大，若是失败，可能会危及生命。妖城说道。那前辈是否只要晚辈能够进入妖灵族，就可以得到这力量？楚风问道。这个不好说，还要看你自己的本事。另外，我妖灵族族人也是较为仇视外面的修武者，所以莫说能否得到那力量，只说度过我妖灵族这一关也是难事一件。总之这件事你可以去试，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成功的可能性是有的，但这过程极其凶险。你若愿意试一试，我带你去；你若不愿意，我们就此告别，也请你们就当作从未见过我。妖城最后这句话是对楚风以及怨神婆婆还有道海仙姑3人同时说的，可他话音落下，楚风便立刻给予回答。前辈晚辈愿意一试。楚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决定之后便立刻启程。而经过与道海仙姑以及怨神婆婆的暗中沟通，楚风也几乎可以确定，这来自妖灵族的妖城是何修为。他多半不是半神境，但最起码也是5尊巅峰。不过相比于妖城的实力，楚风更好奇这妖城的种族，因为从怨神婆婆以及道海仙姑的反应，能感觉到这妖灵族是一个很强大的种族。前辈，这妖灵族的来历可否告知于我？可还不待楚风询问，一道暗中传音便同时映入了楚风以及怨神婆婆还有道海仙姑3人的耳帘。这竟是笑笑公主的声音。楚风看向笑笑公主，有些诧异，她并非九魂天河之人，不知道妖灵族也就算了，难道笑笑公主也不知道？笑笑公主不知妖灵族？道海仙姑以暗中传音问道。虽是暗中传音，但却是同时传递给了等人，从未听闻过。笑笑公主说道。虽说九魂圣族封锁了妖灵族的消息已经多年，但没有想到居然在九魂圣族内部也封锁了。怨神婆婆笑了笑，只是她笑的却是有些讽刺，而她此话也是让楚风以及笑笑公主神色微微变化，他们都听出来了，这妖灵族与九魂圣族似是有些非同一般的关系。其实我们姐妹也是机缘巧合下才得知妖灵族的事情，所以之前也不能确定妖灵族是否真的存在过。怨神婆婆此话说完，老也开始为楚风以及笑笑公主讲述起这妖灵族的来历。根据他们所知，妖灵族本是远古之后便存在于九魂天河的种族，乃是九魂天河最传承最为久远的种族之一。虽然传承久远，但妖灵族的实力一直中规中矩。在远古初期那个战乱年代，妖灵族能够延续下来，乃是因为他们始终中立，也没有吞并天下的野心，所以倒也没有势力将他们视为威胁。九魂圣族统一九魂天河之后，妖灵族就属于半退隐状态了。但是后面妖灵族的实力突然开始增强，
据传闻，是妖灵族得到了一种特别的手段和力量，这手段和力量极为利奥的，若是掌控得当，甚至可以掀翻九魂圣族的统治。虽说此事没有得到验证，可九魂圣族自然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于是，在一番计划之后，便开始了对妖灵族的清除。那时的九魂圣族乃是巅峰实力，妖灵族根本无力抗衡，所以那次清除使得妖灵族损失惨重，但实际上却仍有部分妖灵族族人得以逃脱。九魂圣族对其追杀，可始终未能找到他们。不过奇怪的是，妖灵族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就像彻底灭亡了一样，消失的彻彻底底。不管怎么说，九魂圣族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而从那时起，九魂圣族也封杀了关于妖灵族的所有消息，妖灵族成为了九魂天河的一个禁词。随着时间流逝，妖灵族便从九魂天河彻底消失，甚至没人知道曾有这个种族出现过。竟有这样的事情！听闻详情，笑笑公主也是眉头紧皱，她能感觉到这不像是一个编造的故事。也正因如此，她才有些惭愧，是在替她九魂圣族的先祖们感到惭愧。毕竟只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就无端的除掉一个势力，这种手段未免太血腥了一些。其实见到这位，之所以有些不确定，也是因为我们听闻妖灵族内没有男子，他们繁衍后代是通过特别的方法，并且妖灵族的族人皆是十分貌美。这位外貌特征非常符合妖灵族，可唯独与貌美二字并不沾边。怨神婆婆继续说道：“有可能是这位前辈故意伪装了面容吧？”楚风说道：“妖灵族族人的特征都有所保留，便没有必要伪装容貌了吧？”道海仙姑说道：“对于此话，楚风也是表示认同。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了，毕竟妖灵族的记载那么久远，有所偏差也是正常。”之后的途中，楚风等人也尝试与妖城沟通，是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妖灵族的事情。可这妖城虽然待人和善，可是关于妖灵族的事情似乎也不愿多提。于是楚风他们对于如今的妖灵族也没有得到更多的了解。而一番赶路之后，他们终于走出了传送阵。走出传送阵之后，便继续赶路，最终却在一片美轮美奂的浮空山脉之中停了下来。前辈，我们是到了吗？道海仙姑问道。就是这里了。那妖城点了点头，居然是在这里。听闻此话，道海仙姑的表情有些复杂。至于妖城，则是捏动法诀，似乎要开启进入妖灵族的大门。可就在此时，天地开始震颤。与此同时，虚空之上，片片雪花从天而降。可头顶之上，明明晴空万里，一片乌云都没有。这雪花是从而来，而那凭空而现的雪花越来越多。转眼间，这虚空之上已是被那漫天的雪花所覆盖，而那雪花还散发淡淡光华，用手触碰便会立刻消散。那并非真正的雪花，而是一种异象，是那个方向。楚风以天眼观察，率先将目光锁定在了西北方向。那同样是在浮空山脉之中，但其中一座浮空山体便是此时这异象的由来之地，那是乐乐的修炼之地。难道乐乐他成功了？道海仙姑忽然发出惊呼，而顺声观望，可以看出此时的道海仙姑表情十分激动，在她的脸上布满了喜悦的笑容。乐乐他怎么会在这里？楚风好奇地问道。因为他知道道海仙姑口中的乐乐便是王玉贤。当日一别，王玉贤带着道海仙姑的师姐们离开了，可这里并不是道海啊。楚风师弟，你有所不知，除了道海，这里便是我平日带着乐乐他们修炼的地方，此地只有我们道海之人知晓。当日分别，我怕道海不安全，便让他们来到这里，等我来接他们。我们在这里修炼已有数年，所以我才惊讶，原来妖灵族的隐居之地竟也在这里。道海仙姑解释道。而他的这番话倒也是解释了为何当妖城在此处停下后，他会有些意外的原因。原来此处乃是道海仙姑隐蔽的修炼之地，并且道海仙姑在此处修炼已有多年，只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自认为的安静之地却有着一个如此强大的邻居，而这个邻居便是传说中的妖灵族。前辈，您说这异象与乐乐有关？楚风关切地问道。虽说眼前的异象美轮美奂，可楚风能感觉到这异象的厉害。如此厉害的异象，那引发者也必然十分利奥的。倘若真是王玉贤，那可就是大喜事一件了，应该不会有错。我之前曾见过的，这就是乐乐的血脉之力所引发的异象，而今日的异象更为壮观，搞不好真的是乐乐的血脉觉醒了。走，我们过去看看。道海仙姑说话间，便向那异象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而楚风等人也是赶忙跟了过去。来到那座山峰，道海仙姑便拿出了结界钥匙。结界钥匙开启之后，一道结界门浮现而出，而穿过结界门，则是进入了一个结界空间。这结界空间很大，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世界。而眼下这结界空间之内，竟也是漫天的雪花，并且比外面还要壮观得多。而道海仙姑轻车熟路，带着楚风等人快速前行。没过多久，前方便出现了一座城池，城池中心有着一座高塔，高塔内有阵法，眼下结界之力萦绕，那阵法正在运转，而这里便是那异象真正的源头。此时高塔之外聚集着道海的弟子们，他们一个个的也都是非常的兴奋，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楚风等人的到来。还是道海仙姑开口后，他们才注意到楚风等人。师尊，您回来了。师尊，您看这景象，是不是师妹她成功了呀？看到道海仙姑，道海众弟子们便立刻来到了道海仙姑身旁，多半是觉醒了。等乐乐出来吧。道海仙姑也是难掩激动。前辈，乐乐这是什么血脉？楚风好奇地问道。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乐乐的血脉很独特，若是觉醒，日后前程将不可限量。我可以这样说，楚风师弟，你的天赋我们都是有目共睹，但若是乐乐的血脉觉醒，他日后的成就可能不会弱于你。道海仙姑说这话的时候，满脸的骄傲，随后更是详细的讲述了他当初遇到王玉贤的经历。原来当年道海仙姑第一次见到王玉贤的时候，就是因为发现了这异象，是跟随这异象寻找到的王玉贤。
当断定王玉贤的并非天赐神体之后，他便已经预知了王玉贤的体内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所以才着重培养王玉贤。而王玉贤也没有辜负他的期盼，的确成长极快，甚至一度得到了当今9魂天河最强小辈之一的称号。而最令到海仙姑觉得王玉贤未来可期的是，他和王玉贤都知道，王玉贤所表现出的天赋还不是王玉贤真正的实力。根据王玉贤所说，他的血脉之力他只掌握了30%左右，若是能够彻底掌握，他的力量应该会为之大涨。而王玉贤一直以来也都想要彻底掌握他体内的血脉力量。根据他所说，他已经领悟到了许多，只差一个契机。若是契机来到，他便能够进一步的掌控自己的血脉之力。今日的景象比当初到海仙姑最初见到王玉贤的时候还要壮观，所以他便判定王玉贤的血脉之力多半是觉醒了。我说，妹妹，你这弟子竟有这样的来头，你之前都未曾与我讲过，藏得够深的。得知王玉贤的血脉之力有多利奥德，怨神婆婆竟毫不掩饰的流露出羡慕的表情。姐姐，我早就说过我这弟子不简单，如若不然，我又岂会如此培养？现在你知道我家乐乐的厉害了吧？而到海仙姑也是十分得意，原来乐乐有如此厉害的血脉。楚风观察着这漫天的异象，他能感受这异象的厉害，只是从这异象，他也能判断出，到海仙姑的话可不是吹牛，王玉贤的血脉必然是很厉害的血脉。你们真的不知这是何等血脉吗？可就在此时，楚风的耳边则是传来了雨莎的声音。雨莎，难道你知道？楚风问道。我倒是曾听闻前辈说过，在你们修武界，除了天级血脉之外，还有一些十分厉害的血脉，其中有一种血脉所引起的异象便是漫天大雪。虽然我未曾见过，但根据那位前辈所形容来看，倒是与眼前的景象十分相像。雨莎说道。那血脉可有名称？楚风好奇地追问道。有，叫做圣血仙脉。雨莎说道。圣血仙脉，那你知这血脉有何特殊力量？楚风问道。这我倒是不知晓，只知晓圣血仙脉并非遗传所得，而是如天赐神体一般，乃是上天的赐予。但相比于天赐神体，圣血仙脉可就十分稀少了。雨莎说道。这样吗？听到雨莎的讲述，楚风内心更加高兴了。王玉贤乃是楚风朋友，而得知王玉贤的血脉如此稀少且强大，楚风自然为他感到高兴。开始消散了，在场之人皆是神色一动，因为那遍布天地的鹅毛大雪正在开始消散，并且消散的速度越来越快。不仅如此，就连那高塔运转的阵法也是随之停止。人们将目光投向了那高塔的出口处，都在等待着王玉贤的出现。嘎吱，终于高塔大门打开，王玉贤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哇！只是看到此时的王玉贤，众人的反应却皆是眼前一亮。王玉贤的样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周身萦绕着白色光华，白色光华中还有雪花浮动，那使得王玉贤看上去美轮美奂。而王玉贤的头发以及美貌竟也都变成了雪白之色，就连眼眸也是变成了雪白色。他的额头处有着一道类似符咒的印记，但仔细一看，那更像是一片雪花。如果说之前的王玉贤清纯无比，那么此时的他在那清纯无比之上又多了神圣二字。此时的他是真正的天神下凡。而除了外貌变化，王玉贤的修为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此时没有隐藏修为，大家都能感受得到，王玉贤的修为达到了6品5尊境。师尊，楚风。王玉贤看到道海仙姑以及楚风之后，便立刻跑了过来，但是他身上的光华以及额头的印记却随之散去。与此同时，他的修为也开始倒退，从6品5尊落到了4品5尊的地步。从此可以看出，王玉贤现在真正的修为已经与楚风一样，皆是4品5尊。刚刚乃是血脉之力让王玉贤的修为提升到了6品5尊的地步。乐乐觉醒了吗？道海仙姑问道。还并未完全掌握，但是已是掌握了60%。王玉贤说道。60%已是如此，若是彻底掌握，那还料的，不愧是我的好徒儿，果然没有让为师失望。听得王玉贤这样一说，道海仙姑反而更加高兴了。这位姑娘天赋不错，不知可否愿意与楚风一同进入我妖灵族？就在此时，那久久未语的妖城则是开口了。我的弟子也可以去吗？听闻此话，道海仙姑赶忙追问，而从她的神态可以看出，她不仅不想拒绝，反而非常期望。